大家看我现在在的地方，这个就是我家的阁楼，3楼，上面看看还没有封上，什么都没装修，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毛坯，可能连毛坯都不如，因为很多地方都没有水泥。大家看，从这个墙这么过来，其实它是有一个坚并墙，这个坚并墙呢是拿这个板子给搭的，前2天朵爸已经都给拆吧了。然后其中坚并墙上面还有几个这个大棍儿，是一个支撑的，也让它给拆吧了。现在最主要就是要拆地面，这地面是高低不平的，这个地方低，那面就是高。一个屋怎么能有高低不平地呢？多难看！3种高度，这是3种高度。3种高度啊！啊，这个是最高，这个是低，这个是第2高。然后底下它这块水泥地嘛，上面整的老式的那种装修，整的是木头梁。我们还没整呢，这个我们也要按它的方式，要紧贴着那个屋给它弄一下。还有这个屋都要弄一下。现在涉及这个地面3个位置得统一高度的问题，我们决定向那个中等那个看齐，向中等看齐，但是就意味着这根梁，原来地面做的这根梁太高嘛，就得把它拆掉。但是呢，看一下这块，这个梁它是原先拧到地上的，拧到地面上了，我把它拆了，但是这个卸不走，因为呢，它在这块拧了木头框。这个木头框上边呢又拧了这个木头框，所以说我想卸它的话，意味着是把这边的板儿拆掉，把整个这个木头框全拆掉，然后才能拆掉这个木头框，然后它才能自由。现在意味着整个这个屋里全都得拆掉。那你觉得如果这么拆的话，跟1、2楼比，这种装修1、2楼当然咱也是刨也是拆，但是那种拆法跟这种拆法，你觉得哪个好一些？就是我觉得还是买轻手房比较好，我宁可自己全都重新干了。我这样拆到等又干一遍活。对。然后这个考虑这高度的问题，要加上这个屋有下水管，将来这个屋支出去之后，这个抬高那块要做马桶和浴室的下水，那就意味着从这个主杠出来之后，它是要抬起一定高度的。你看这个高度，其实门外和门里，这高度其实差的不多。我就担心就是将来啊，这个整水会不好，下水管会不好安，所以现在我就要把外边这个屋高度抬高，这将来里边做那个下水的时候会方便一些。然后就说到这边屋问题，如果抬高之后和里边这个屋就不一边高了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现在这个屋的那个暖气没有，暖气那个总线在旁边这块，我得把暖气管这根线延出来，放这儿，就把这口都预留好。等将来有一天，如果说这边整完了，我再把它接上。因为咱这阁楼也不住人，这暖气我先不连，但是管子一定要先买好，省得将来就得全刨地。还没干过暖气活呢，咱们干过一部分。那只是说把暖气卸下去，再安回去，完了漏水了，没重新走过暖气的线路。走过冷水管的线路。原这家人用的是六角的那个螺丝钉，这里边是6角扣的，而他用了不同的型号，因为这个钻头，我得用不同的型号跟它匹配。它其实就是捡到啥钉子用啥钉子而已。不是，它是按照标准来的。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钉子呢？钉板用的短钉，钉木头梁用的是中长的钉，然后钉而且是大钉子吧？对，我给你看一下这大钉子。螺丝爱好发烧友。哎呦，看看，我去了，比量一下这长度。拼手长了，把我这电钻都拧冒烟了，真冒烟了。现在就是要拆，还有涉及它这个防水的这个规划。这个东西外边就是瓦了，瓦滴下来水，它有潮气会渗到这里头，然后它就跑到下一片那块，下一片也有这个接，这不一块接着一块就流到外边去了。但是这东西它是不挡着空气的，就外边潮气还是能进来。他又弄了一层这个本板做保温，然后你看这个旁边的缝，在这儿看，哎呀，这是有缝的，很大，意味着他铺这本板一点用没有。有缝的话就能进来嘛。重新换。然后他铺这本板，它有缝，我也可以理解。再看这儿，这个板子和这木头梁还有这本板之间，这是有空隙的。它没有紧贴上，那意味着这个板子才是这个冷热的交换层。这个板子冷热交换层意味着只是在冷这一面结水，有时候这板子里边将来会有冷凝水。它这个保温的方法是错的。
倒是不长蘑菇了，但是这个保温跟没保温差不太多。那基于这房子，我也不想太多干活，我打算做到下部保温。德国房子分上部保温、中部保温和下部保温啊。在底下整泡沫。对，上部保温是指就直接就在房子瓦外边，就这一层直接连防水再保暖全都做完了。有一个垫儿。对，就这些刚初最开始上瓦之前就全都整完了。然后中部保温是指就把这个保温板就卡在这种梁和梁之间，就像它这泡沫位置，让它封死了。全卡这之间，一点气儿不透。这种有危险，就是如果一旦有一点冷凝或者遭一点水，这些东西会这个木头梁会长蘑菇。而只要长一小根蘑菇，整个这一块木头就变糟了。就这一掰就可能下来一块，这房子就完了。所以那样也是比较危险的。还有一种就比较稳妥的，就是看这木头梁吧，我在木头梁里边，房子内侧做保温。这样的缺点就是你屋子相当于面积变小了，但是优点就是省事儿，然后效果也比较好。即使有问题的话，有问题都住这屋里边，不会对这个木头梁造成破坏。所以我就打算做这个叫内部保温。它这板呢，我也不打算卸，我将来就把那个保温板直接贴到无缝贴到这个木头板上，相当于内部有这么保温层，然后在里边我再做别的内饰材料。但是这个地面无论如何我是要起开的，首先涉及的找平问题。这个屋打开以后还真很大啊！别看它斜。涉及这个门的问题，这个一进门。这个地方踩的地方比较小，上楼门一定有一个地方站的。原先我们晚上是这么开门，但是搁屋里边一看，这支出一块不好看。完了这么开门呢，也是屋里边这块支出一块。于是我打算做成这样，这个方向开门，角角对齐。对，这块变成一个三角形了。这块一个三角区也够站人的就够了。然后上里边这样开门。风水讲的门不对窗。门不对窗，这样斜了，你把那窗户越过去了。现在比较头疼的是往出拧这顶拆的东西。我能看到说之前他们安的时候用那个电钻，绝对比我这个电钻劲儿要大。我这是12微的，拧他们拧过的钉子往下拧的时候就费劲。他们安的时候也挺费劲。看看多长。这是最短的钉。看6角的。6角木头钉。德国的钉子分为木头的，就是什么金属的，就不同材料，他们用的这个钉子是不一样的。这块总共多少个钉子口？老多了。这块是一个钉子口，这块是个钉子口，这儿，还有这个点都是钉子口，那些都是钉子眼儿。原主是钉子发烧友。漂亮，咋样？底下，哎呦，泡沫加木头梁。木头梁你都给起来了。你扶一下，我把它敲一下木头梁。这是你拧，又是拧上的。咋就这么喜欢螺丝钉子啊？还有大螺丝钉拧在地上的，看见没？螺丝钉发烧友。咋就这么喜欢螺丝钉这样？哎呀我。走爸无奈了。去研究研究。它是这么竖着打的，它为什么不往旁边往旁边框上拧呢？它往地上拧。啊，它为啥呀？往地上拧。它为啥不往旁边组这个柱上面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啊，它没钉上吗？嘿。嘿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这有一对螺丝，这还有，然后这儿，
这还有，看这个泡沫，接下来就要把这泡沫都洗下来，接下来就买回去把这个东西薄薄的片一层，要求这一个面儿和这个面儿是平齐，跟2等这个高度，对，跟这个面儿平齐。然后从这边一直到这边，整个这一趟全部片下来。这块掏个洞，接下来这面底下也掏个洞，管子过来。对，把暖气管子先布好。一直放到那边窗子下边，或者靠这边墙，到时候看吧。到时候会涉及到用焊锅，用焊工。以前焊过，但是焊锡膏用的不对。不懂这个东西。到时候给大家演示。这个楼上阁楼太冷了，都说阁楼是夏天最热，冬天也热的时候。但是现在你们也看到了，这顶上是四处漏风啊，太冷了。不过好赖呀，今天把地面这一部分弄完了。其实我觉得地下横杠削去那块是很难的，因为它这个木头是纯属大梁的那种木头，很厚实。它这个木头是硬木。很硬。这个应该是三毛榉之类的，这个特别硬。对，它不像那种普通的家具那种软木。行啊，这个到时候再看吧，一步一步来。反正这个楼上这屋我们是要做书房，放一些东西啊什么的。现在也不着急，就像有些朋友跟我说，真看出你家屋多了，不着急住，整个衣帽间整个1年半。整个就是拖拖拉拉，整这个整会儿这个，整一边那边，就是这样。那行了，咱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